有時候你呼喚狗狗，它聽見了，卻只是微微動了下耳朵。那一瞬間你會問自己，它是生氣了嗎？還是根本不在乎我？今天我想陪你談的是4個常被忽略的日常行為，會讓狗狗在心理上慢慢調整對你的位置感。動不動。從狗狗的世界來看，最讓它不安的是不可預測。當你今天允許它爬上沙發，明天卻大聲責備，或今天可以舔舔脖子，明天卻在同一動作上大喊不行。此時他理解到的是你的環境變得不再可信，他會開始用自己的方式找出可以信任的節奏，也許會貼近別人，同時遠離你。他的心裡不是說看不起，而是慢慢把你從那個可靠坐標移出，因為他無法從你身上預測下一步。當他學會不再依賴你提供穩定的規律，他的回應就會改變，也就是反應會變少，主動性下降。這些看起來像是不聽話的事，實際上是他在保護自己。動不動。有些人在壓力大、情緒低落時，會無意識地對狗狗傾訴、依賴，把所有焦慮的能量投射在它身上。從狗狗的角度來說，它會本能地想回應、想靠近、想穩定你。但當這變成常態，也就是說，你不是偶爾，而是一直把情緒的主導權交給它，它會開始承擔一種本不由它承擔的角色。那會改變它對你的信任結構，它會變得警覺，因為它感覺到主人的不穩定，也會在必要時介入安撫或改變行為以穩定場域。久了，它對你的期待從你會帶領我變成我需要撐起來。角色翻轉後，你在它心裡的位置變得模糊，這正是慢慢失去領袖地位的開始。動不動。一陣怒氣後的溫柔，有時比怒氣本身更傷人。當你對狗狗嚴厲之後，立刻以零食、過度擁抱或言語修補。對狗狗而言，這種強烈的情緒擺盪會形成矛盾的訊號。剛才是威脅，現在卻變成安撫。兩種訊號來自同一個來源，狗狗沒辦法把這拆成你心情變化的合理解釋。它只知道，剛剛那個人會突然壓迫我，也會突然想讓我靠近。長期如此，它會選擇分散依附。靠近其他穩定的人，或在家中建立更多自己的安全區，那是一種自我調整，確保生活中還有穩定可依靠的位置。動不動。界限看起來像小事，但對狗狗來說非常重要。反覆把它強行從睡處抱起，在它明確示意時硬拉它離開，或是忽視它明確想要空間的信號，這些都是在慢慢侵蝕它對你的安全信任。狗狗會用非常細微的方式表達不舒服，眼神閃躲，身體僵硬，後退一步。如果這些訊號被忽視而沒有被尊重，它會學會在你身邊不再放鬆，因為它不能依賴你維護它的空間。當它的生活預期被反覆打破，狗狗就會在心裡把你從領導者的位置移向不那麼可靠的人，並以行為示警或自我保護。動不動。這4種行為看起來平常，但合起來會讓狗狗逐步改變對你的信任層級。好消息是，回來也有方法穩定你的規律，讓行為與語氣前後保持一致，把你的情緒照顧起來，不把不安長期轉給它。當你失控時，減少立刻的獎勵性補償，改用短暫的安定小動作。最重要的是尊重它的界限，回應那些微小的身體訊號。狗狗不會用言語說我原諒你，但它會用回到你的身邊、恢復放鬆的方式告訴你。今天的內容有趣嗎？謝謝你看完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歡的話歡迎分享。好啦，先說到這邊，晚安咯，拜拜。